大家好，我係零心者職陳，好高興又見到大家。好，咁今集咧將會係文石嘅 Firmware 3.2最後一回嘅介紹啦。咁咧喺我呢段咧橫跨咗咁長嘅影片嘅等待時間當中咧，啱啱前日就收到一個訊息，就係文石官方終於咧將 Firmware 3.2咧有第一批嘅下放啦。咁有啲意外啊！因為咧第一批咧發放能夠收到呢一個 firmware 印體更新嘅型號咧，就係 Note 3同埋 Nova 3，佢會喺呢一個咧11月最後一個禮拜陸續發放俾咧相關嘅用戶。其後嘅第二批、第三批嘅型號會係邊啲咧？咁就拭目以待啦。亦都咧希望呢兩部型號嘅用家咧可以盡快收到啦，可以感受到咧呢一次 firmware 嘅嗰個更新功能帶嚟嘅嗰個便利。咁今次呢個下集咧將會係集中會講解 Bootstrap 呢一個咧係主要嘅新功能，亦都係我覺得係十分正嘅。今次 V2 引擎嘅進步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 PDF 重排嘅功能，另外咧仲有一個多重登入同埋一啲Apps 嘅參數調整嘅版面嘅更新。咁啊，所以你可以按翻你嘅需要咧睇翻我個章節係去跳放冇問題嘅。好，咁事不宜遲啦，咁就去片。我諗今次喺 firmware 嘅更新當中咧，最讓人覺得有驚喜同埋實用性係相當強，亦都會見到文石嗰個野心咧，就係 Bootstrap， 即係呢個 Boot 互傳啊，中文版咁咧就喺呢一度。咁其實咧佢係上一代 WiFi 傳輸呢一個功能嘅強大升級版，因為咧上一代嘅 WiFi 傳輸咧係只係支援咧電腦或者手機將檔案過入去呢一部閱讀器入邊，但係咧閱讀器係唔能夠將檔案咧過翻去手機或者係嗰個電腦嗰度嘅。今代咧就變成雙向，所以點解咧叫做互傳啊？英文嘅話就叫 Bootstrap。咁你見到呢個名咧，其實都見到咧，其實係模仿緊 Apple 嘅 AirDrop。呢個亦都係咧 Apple 嘅生態圈入邊咧好重要嘅一個功能，係讓到咧係同樣用 Apple 嘅裝置嘅人咧能夠感受到嗰個傳輸檔案嘅便利性。咁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咧，文石係有野心，其實想打造屬於佢自己嘅生態圈嘅。咁我哋睇睇，咁撳入去咧，佢有兩個處理嘅，一個需要登錄，一個唔需要登錄。唔需要登錄嘅呢一個咧，你可以響電腦或者手機用瀏覽器打呢一個嘅網址啦，又或者係 scan 呢個 QR code 咧，就能夠可以咧開啟到呢一個互傳嘅功能。好，舉個例子，而家咧我用我手機 scan 呢個 QR code，咁大家會見到啊，好一撳，處於同一個 WiFi 網絡之下咧，咁立即能夠咧開啟到，咁咧會見到而家呢一部 Note Air 2入邊咧有啲乜嘢嘅文檔，咁你見到可以咧分翻啊，例如書庫咁樣。嗱，會見到咧係我之前傳輸入去呢一部 Note Air 2嘅檔案入邊，咁係可以支援雙向傳輸啊嘛，即係話咧 Note Air 2入邊嘅檔案咧，我可以下載入部手機入邊嘅。例如呢一本魯迅吶喊啊，咁樣可以保存到手機啊，咁佢就立即下載啦。又或者咧係可以，我有嘢要係喺手機傳入去嘅。好，咁我就試下發給 Boss 啦。好，例如我有個歌譜啊，想係傳過去嘅。好，咁你見到一撳落去，立即傳輸。好，咁呢邊咧傳輸咗之後咧。佢呢一度，大家望一望啊，去翻書庫，我啱啱傳嘅呢一首詩歌《恩典足夠》嘅琴譜咧，就去咗呢一度啦。咁係立即即時嘅，你見到，咁我就可以咧好方便將手機嘅檔案用呢一個互傳嘅功能咧傳入去閱讀器入邊。咁電腦嘅做法係一樣嘅。嗱，大家會見到咧，電腦嘅界面其實係一樣嘅。咁同樣你見到，我可以咧係閱讀器入邊嘅檔案，例如啱啱魯迅呢一本，我可以保存到電腦。跟住咧下載，又或者咧我有檔案發給 Boss， 即係發入去閱讀器嗰度。好，例如頭先嘅論文咁樣我再發多一次。咁呢度你見到都係即時傳輸。咁咧呢一度過檔案咧，嗱你見到閱讀器亦都立即咧係會有更新喺呢度顯示嘅。咁所以呢個位置咧，俾大家知道嗰個咧免登錄嘅雙向傳輸會係咁樣處理。另外特別一提咧，連接咗呢一個 Bootstrap 之後咧，佢仲有一個我覺得係比起上一個 firmware 咧更加好嘅更新，就係佢能夠喺呢一度咧係可以睇到閱讀器內部嘅嗰個 directory 係可以喺度做整理嘅。例如撳入去，跟住你將嗰一啲檔案咧送入去呢一個 folder 入邊，又或者咧再喺閱讀器入邊咧喺呢度再加 folder。可以喺度咧係處理。好處係乜嘢咧？因為咧喺上一個 firmware，如果我要過一啲筆記嘅模板落去，可能係啲 JPEG 檔嘅話咧，我係要逐個檔案咧係傳入去嘅。如果係 WiFi 嘅話，又或者咧係我插線過到去嗰個閱讀器入邊之後咧，再將嗰個檔案喺入邊咧移動到去 Notes Template 呢一個 folder 入邊嘅，咁就多幾重工序。而家全部直接咧可以喺呢一個界面入邊咧去做一個簡單嘅檔案管理嘅功能。亦都可以新增文件夾或者係刪除文件夾，咁呢一度咧就會減散咗用家時間嘅。
好，不過如果咧有一啲咧資深嘅用家可能發現咧就有一樣嘢唔妥喎，咦，有書庫啊、圖片、音樂、視頻下載同埋閱讀器入邊嘅 directory，但係冇筆記嘅。冇錯，如果你想咧係處理筆記嘅話咧，呢一個免登錄嘅 Bootstrap 係唔得嘅，你一定要係要用登錄嘅部分咧先至能夠係處理到筆記嘅。咁先至俾大家睇睇。好嗱，咁登錄嘅部分咧就係呢一個網址啦 push.boast.com， 入到去咧你要先登錄。好嗱，假設咧而家我已經將筆記全部同步咗㗎啦，上載咗雲端入邊，你見到全部有晒剔好嘅。咁跟住咧，大家眼前咧就係我登錄嘅版面，我已經登錄咗啦，用電郵，咁咧就會出現咗咁嘅版面，咁就可以處理到筆記。即係話咧，你要處理筆記就一定要登錄。你如果係純粹係傳輸檔案嘅話咧，就免登錄都可以嘅。好，去到呢個版面，你見到筆記咧，佢有分新版同舊版嘅。而家呢一代最新嘅型號 Firmware 3.2嗰啲咧叫做新版。咁我有用 Lux2 噶嘛，咁 Lux2 咧係用上一代嘅3.1嘅，咁咧就會係舊版。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有用多於一部 Bose 嘅閲讀器嘅話咧，按翻嗰個 firmware 咧就變成舊版同新版。基本上除咗係而家最新出嘅嗰幾部係新版之後咧，其他全部都係舊版㗎啦。咁所以你見到而家你大家眼前見到係我去備課啊講借代嘅筆記，係我喺 Lux2 嗰度嘅，睇翻新版啦。咁大家會見到啊，咁頭先你見到嗰個書寫測試係啦，咁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啦。咁我可以喺度呈現嘅，可以改名啦，可以 delete 啦，可以打星啦。嗱，咁喺呢個版面入邊咧，你可以見到啊，你用咗幾多嘢，剩翻幾多容量。咁另外咧可以做推送嘅，即係將一啲嘅網址或者係一啲嘅檔案咧，就推送到去閲讀器入邊，佢會轉成 EPUB 檔案嘅。如果你係推送網址嘅話，如果推送網頁就係呢一度啊，你見到。咁另外可以推送屏保嚇，幾有趣。咁你又見到呢一度咧，仲有一個嗱高速互傳，即係頭先嘅 Bootstrap。如果咧你係同閲讀器有同一個 WiFi 段嘅 connection 已經 connect 咗嘅話咧，咁就可以啟用呢一度嗱。特別講到一定要係 Firmware 3.2係新功能嚟嘅。咁啊，我撳翻落去就會開啟翻頭先咧出現嘅 Bootstrap 嘅嗰個畫面。好，咁筆記呢一度咧都特別留意一下嗱，大家見到眼前頭先試嘅筆記，咁咧響呢個畫面呈現係咁樣嘅。好，咁假如而家我加咗啲嘢喺度啦，好，跟住咧呢一度同步，跟住大家留意下呢一度，亦都會跟住咧係有個即時嘅同步嘅。只要你呢一度同步咗，咁呢一度都會即時嘅呈現。咁所以咧呢個位置咧，你有啲筆記啊唔使擔心，你寫完之後呢度會唔會好耐先至會同步到啊？我測試過咧都好快嘅，只要呢一度咧係上載咗有個剔，呢一度咧基本上跟住再入多一次咧就可以呈現翻嘅啦。咁我覺得咧係一個實用嘅功能，所以咧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個 Bootstrap 呢個互傳咧喺功能上嘅嗰個升級，同埋咧可以點樣去運用。好嗱，如果你咧係有下載 Bose Assistant 嘅手機 Apps 嘅話咧，咁你登入咗，咁會出現呢個版面嘅，係啦。咁同步完之後咧，咁你喺閲讀器入邊嘅筆記都能夠呈現嘅。例如啱啱見到測試咗，啱啱手畫咗嘅嗰個紅筆圈圈咧，呢度都已經見到啦。另外可以導出啦啲筆記，導出去手機入邊，跟住可以做第三方嘅分享。咁呢個係用一個 PNG 嘅格式嘅。另外咁，如果我想傳檔案入去閲讀器入邊咧，咁你咧就可以用呢個 scan 嗱，你呢度先打開咗嗰個 Bootstrap 嘅嗰個 app， 呢度有個 QR code， 跟住你撳 scan， 跟住你見到係極速，跟住咧就已經用咗嗰個 Chrome browser 咧就開啟咗，咁就同電腦版一樣咧，咁就可以傳檔案或者係儲存翻落手機嗰度都可以嘅喺呢一度。嗱，又另外或者你想係推送一啲網址，咁可以用 push 嘅呢個功能。係啦，咁你見到 file 或者係一啲圖檔或者係網址咁樣，咁啊一樣嘅用法嘅啫。唯一奇怪嘅就係咧，喺呢個 WiFi transfer 咧，我就試過唔係好 work。嗱，而家我 scan 咗啱啱個 QR code 啦，咁你見到佢 detect 到咧，我呢部 Note Air 2嘅嗰個網址噶啦，我就嘗試過啲檔案落去啊，隨手啦，例如我之前寫嘅一啲字，一個 JPEG 檔嚟嘅，撳入去。你見到呢度咧係 upload fail 嘅，明明佢已經 connect 咗，但係唔知點解唔得，唔 work 嘅。我試過幾個檔案咧，佢全部都係 fail 嘅，咁所以咧都特別喺度同大家講翻。咁但係用 scan 跟住咧係開 browser 開嗰個 Bootstrap 咧就冇問題嘅。咁所以呢一度咧，如果你真係想用手機去傳輸檔案嘅話咧，就唔好用呢個 WiFi transfer 啦，用 scan 咁啊 scan 翻呢個閲讀器呢個 QR code 咧
咁就絕對冇問題。咁所以咧，手機同埋筆記本都示範咗，都可以好方便地雙向傳輸，推送網站亦都可以。咁呢一個位置咧係實用嘅，亦都我覺得係一個咧喺使用體驗上會比較明顯嘅提升，唔需要再插線啦，插線係唔方便嘅。咁而家全部可以咧係同一個網絡 WiFi 就能夠做到晒啦。就算你係唔想登錄嘅，都有唔登錄嘅做法。登錄咗嘅會有更多嘅玩法，會更加方便，僅此而已。所以可以按你嘅需要，按你嘅情況去選擇。今代咧仲有一個更新就係 Neo Reader 當中嘅 V2 引擎。咁上一代咧佢就標榜可以你開 EPUB 可以支持原生嘅格式，例如直排嘅顯示啦，淨係 EPUB 嘅啫，基本上就係聚焦。今代咧佢支援嘅格式就多咗，除咗係 EPUB 之外咧，另外仲有 MOBI 啦、AZW3 啦、TXT 啦、Word 啦、JEB 啦或者 HTML 呢類嘅流動格式嘅電子檔咧，佢都可以用 V2 引擎咧去開啟入邊嘅排版咧都能夠係忠實原汁原味呈現啊！呢個係佢哋嘅宣傳字眼啦。咁我哋睇睇嗱，我下載咗兩本嘅小説，咁呢本咧係白先勇嘅台北人啦嚇，咁佢係直色嘅 EPUB 檔咧就本身冇問題嘅。咁呢一度我哋睇睇啊，咁開啟一設置，咁你見到我已經打開咗 V2 引擎噶啦。呢一度咧今次咧都標明咗支持頭先我講嘅呢一系列格式。上一個 firmware 唔係咁寫㗎嚇，上一個 firmware 咧，你見到呢度使用 V2 引擎打開 EPUB 文檔，即係今代其中一個更新就係咧，你想原汁原味呈現嗰個電子檔入邊嘅排版嘅話咧，上一代只能夠 EPUB，今代咧就支援多好多啦，多咗咧係相當多嘅格式喺呢一度，咁所以我而家打開 EPUB 嘅當然就冇問題啦。你見到咁可以直式顯示，不過有一點咧同上一代咧係一樣嘅，就係咧用咗 V2 引擎之後咧，繁簡切換咧呢個功能會冇咗嘅。即係例如原本呢個檔案係繁體嘅，我啟用呢個簡體切換咧，佢係冇反應嘅。咁即係代表如果你想繁簡切換嘅話咧，你就需要熄咗個 V2 引擎，就再開個檔案。今代就算有更新都好咧，呢方面咧都一樣嘅，大家都要了解一下，唔係壞咗，而係佢唔支援。咁變咗流動格式之後，你見到咧係設定排版咧係冇問題嘅。咁 EPUB 上一代冇問題，今代都冇問題啦。嗱，咁睇睇 MOBI 咯喎，呢本係魯迅嘅吶喊，睇一睇啦。嗱，你見到直式顯示咧係冇問題嘅。咁同樣係繁簡切換係唔 work 嘅啦。咁另外可以加大加粗，咁另外間隔啦。咁所以咧，今代喺 V2 引擎當中咧，佢支援多一格式，其實多咗 MOBI 同埋 AZW3 再加 TXT 嘅話咧，咁我諗基本上大家平時會見用嘅讀嘅電子書咧，都基本上都夠噶啦，應該。咁另外咧，佢喺呢個 V2 引擎入邊咧係支援超連結嘅，咁所以假設你個檔案本身有一啲 hyperlink 嘅話咧，係可以直接撳入去，跟住係切換到瀏覽器嗰度嘅。我呢本小説就冇嚇，咁啊展示唔到俾大家睇，但係俾大家知道有呢個功能。喺今次 firmware 嘅功能介紹當中咧，發佈會入邊咧特別提到過，今次喺 PDF 嘅重排功能當中咧，有一個提升或者一個咧重排方面嘅嗰個威力啊，特別係強調係 searchable 嘅 PDF 嘅。咁咧，所以咧我就下載咗牛津期刊庫，咁呢個係2018年嘅論文庫嘅介紹啊。咁佢本身係個 PDF 嚟嘅，咁你見到啊英文好，咁咧我就試下佢嘅重排功能。咁響瀏覽。跟住咧重排呢一度，以前得掃描版嘅啫，今次多咗一個文字版。你見到佢特別講到適用於電子版或者係 OCR 過嘅 PDF，即係你見到咧你撳落去咧係可以揀字嘅，即係呢度就所謂嘅 searchable 嘅 PDF 啦。嚟俾大家睇睇，咁樣係可以間字嘅，呢啲咧就係所謂嘅 searchable 啦。好，咁啊試下個重排功能啊，文字版呢一度，好確認。咁你就會見到啊，咁頭先咧係版面好豐富個內容咧，呢個 PDF 檔嘅文字咧就全部經過排版，今日變成一個咧流動格式，可以校大細啊，可以咧係轉字體，可以校間距。咁原本一個 PDF 嘅檔案咧，全部變成咧流動格式啦。不過呢一個重排咧係有限制嘅。首先頭先原本呢個 PDF 功能咧有好多圖片㗎，冇晒。例如頭先個封面咧，你見到係好靚嘅一個星空嚟嘅，冇咗嘅。咁所以重排咗之後咧，呢個 PDF 檔入邊所有嘅圖咧係會冇晒，但係入邊嘅文字咧佢幫你提取咗，可以咧有一個咧變成流動格式嘅調整。咁所以如果你嗰份咧假設係英文嘅論文，文字為主冇圖嘅，呢一個 searchable 嘅 PDF 重排功能咧，可能就會幫到你。
對焦翻啦，取消翻呢一個重排，大家睇翻個效果嗱，原本好多圖嘅，咁冇晒啦，一重排咗之後，但係就變咗可以調整大細間距同埋換字型，所以咧可以俾你有一個按需要去用啦呢個功能。好嗱，特別一提咧，呢個功能我諗現階段咧係應該只支持英文嘅 PDF。好，例如而家我開咗一篇中文嘅論文 PDF 檔嘅，咁佢都係searchable 嘅 PDF 嚟嘅。你見到好啦，咁俾大家睇一睇，如果我重排效果會點樣？睇睇中文咧係會變成亂碼嘅，你見到咁，所以咧文石今次去強調嘅呢一個 searchable PDF 嘅重排功能咧，暫時應該只支援英文嘅 searchable PDF， 中文係未支援嘅。哇！如果未來中文都支援到，即係佢可以即時將所有嘅中文係有一個 OCR 再重排嘅話咧，我諗對某一啲專業嘅用戶，特別係以論文閱讀為主嘅用戶嚟講咧，我諗就會係相當實用。咁都俾大家了解而家呢一個功能佢嘅使用同埋嗰個限制啊。喺發布會當中咧，亦都提到過一個功能，就係佢哋強化咗喺 App 嘅優化設置當中。咁俾大家睇睇，例如我Readmoo 呢個 App， 我撳優化，咁呢個選單出咗嚟。咁你見到咧，佢分咗4個欄目嘅，顯示、漂白、刷新同埋其他。咁俾大家睇睇咧，同上一個 firmware 唔同嘅地方。上一個 firmware 咧，佢嘅嗰個應用優化只有顯示、刷新其他。咁你話其實係咪多咗嘢咧？其實唔係，只不過咧佢將上一代其實喺調整嗰個 app 嘅顯示當中影響最大嘅應用漂白嘅呢個欄目，你見到撳入去呢個細項仲有好多嘢係教嘅，將呢一個抽咗出嚟，就變成咗呢一個漂白嘅欄目。所以咧應該咁講。佢係讓到用家喺用呢一個優化嘅時候咧，更加清晰直觀。咁所以顯示呢一度咧，佢入邊嘅選項咧都有一啲嘅調整，讓到讀者可以係開啓或者關閉咧更加容易調整。所以咧其實喺內容上，喺揀選嘅項目上咧，佢同上一個 firmware 咧其實變化不大。不過佢讓到成個處理更加直觀，重新設計咗嗰個嘅界面，所以喺呢一度咧就會用落去會順手啲。咁每一個 app 咧邊一個參數先係最佳嘅顯示咧，每一個 app 都唔同嘅。咁呢度咧就需要你自己去試。但係文石就提供咗呢一個空間咧，俾用家彈性去處理。咁咧，所以呢一個咧係佢都特別提到嘅，我都喺度咧同大家有個簡單嘅介紹。另外今代咧佢仲有一個功能咧，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就係咧支援多重帳號嘅登入。咁去到設置嘅版面，咁假設嗱，首先呢個功能你一定要先登入咗先嘅。咁我登入咗啦，呢一度每一個用戶其實文石就送咗5GB嘅雲端空間俾你嘅。嗱，用唔用就後話啦嚇。但係如果你去做一啲推送嘅時候咧，佢會喺呢一度咧可以有一個嘅空間俾你用。好啦，咁跟住撳入去之後咧，你見到呢度有一個切換帳號呢一度咧就係我而家用緊嘅嗰個帳號啦。咁咧係用緊美國嘅伺服器嘅。咁呢度你見到有一個添加。咁你咧係可以咧，如果你呢部機係會有多於一個嘅用家嘅話咧，咁你可以喺度加多重登入。有啲咩特別咧？咁佢特別提到一點就係轉咗嗰個帳號之後，另一個帳號佢所開設嘅筆記，另一個登入嘅帳號係睇唔到嘅。即係例如我而家切換咗嚟，我同我太太呢一度咧各有一個帳號嘅話，我太太登入咗之後，我本身筆記嗰度咧可能有啲工作上嘅 notes 咧，咁佢就睇唔到啦。即係佢嗰個嘅設定係咁樣。咁咧確保到咧係有一個嘅私隱，亦都可以咧係轉換咗帳號之後用嘅時候咧就冇咁雜亂啊啲嘢，就跟翻戶口。不過好坦白講啊，閱讀器咧比較少咧借俾人用，因為咧太貴啦部嘢。如果借俾人有啲咩閃失咧，至親嘅人當然冇問題啦嚇。但係我諗如果你俾係朋友用嘅話咧，我諗你未必會俾佢開一個戶口，佢都未必會想開一個文石嘅戶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新功能咧，實用與否咧，我有保留。不過咧，都俾大家知道原來有個咁嘅設置啊，都順手問一問，有幾多人？如果你買咗文石嘅閱讀器，你係會同人一齊 share 共用？我諗應該都係好少數嘅。咁呢一度都不妨問下觀眾啊。如果有嘅話，你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同邊啲人一齊用咧會，或者你覺得呢個功能實唔實用咧，你可以分享下。
好，終於咧都睇完3集嘅內容啦。咁咧，如果你咧係觀看晒嘅話咧，咁你就會能夠對今次文石 Firmware 3.2嘅新功能會有一個咧係全面嘅掌握。希望能夠咧幫到咧文石嘅用戶喺未來咧用到呢一個 Firmware 嘅時候，能夠咧掌握到當中嘅功能，亦都咧可以幫助到你咧去日常應用，能夠盡用到你部閱讀器。其實我都有啲意外啊，最尾咧竟然係拍咗3集，因為咧上一個 Firmware 咧就1集過就講晒啦。咁今代咧就有詳細啲多啲嘅測試，亦都有2代嘅比較。咁啊希望咧大家中意咧呢一類啦教學嘅影片啊，我諗咧用家咧喺我嘅呢3段片入邊咧都會感受到其實文石一路咧都確實真係進步中，有聽到用家嘅意見嘅。咁我亦都喺度寄願咧，希望未來咧可以見到有更加多嘅功能，同埋咧係有更加多嘅進步，可以讓到咧作為文石用家嘅我咧呢一部閱讀器咧可以係更加用得暢心快意。就住呢一個咧係 Firmware 3.2嘅介紹咧終於都暫過一段落啦。如果你就住呢個 Firmware 3.2有一啲嘅詢問嘅話咧，咁歡迎你可以留言咧，可以去問我啦。咁我可以答到嘅，我盡力去答你啊。如果你覺得呢一段片咧係對你有幫助嘅話咧，咁希望你可以讚個好啦。呢個係對我一個好大嘅幫助，可以讓到更加多人咧可以睇到我呢一段片。另外，如果你中意呢一類 E-Ink 產品嘅評測啊、教學嘅話咧，咁誠邀你訂閱我嘅頻道。咁希望咧下一次嘅影片咧都能夠咧係見到你。好，咁今日嘅內容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咁感謝你嘅觀看，再見。